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在原著第72回里集中描写了3处荣国府靠典当东西来维持府内经济运作的情况，一处是王夫人无力筹备贾母的寿礼，只得听从王熙凤的建议，将家里一些用不着的大铜锡家伙典当了300两银子。另一处是凤姐自己说的，她将自己的一个金字铭钟卖了560两银子来补贴家里的用度。还有一处就是贾琏因为所管事务出现了资金链短缺，央求鸳鸯把贾母用不着的金银家伙偷出来，卖些银子来缓解财务危机。这3件事情凑在一处，使我们读者更加明显地感知到荣国府经济危机的加剧，家族加速衰败的局面。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之一，就是庄田上的连年欠收，导致财务供应出现短缺。这一点甚至在贾母的餐桌上都得以体现。荣国府的情况已然如此了，那宁国府的情况是否能好些呢？从书中的描述来看，宁国府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曹雪芹曾花了不少篇幅描写宁国府的2次葬礼，其创作意图就是让读者阅读后自行比较，以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。第1次葬礼是在乌进孝缴租之前，故事开始不久后的第13回里。秦可卿忽然病逝，贾珍托王熙凤主持秦可卿丧事的料理。他将宁国府支取银两的对牌交与王熙凤时，说：妹妹爱怎样就怎样，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，也不必问我，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，只要好看为上。贾珍的话说得很明白，钱不是问题，怎么花都可以，丧事办得风光才是第一要紧，因为这体现了宁国府的体面与尊严。基于这个原则，他情愿出1000两银子买那万年不坏的强木，做秦可卿的棺材板。为了丧礼上风光些，他又拿出1200两银，替贾蓉捐了个龙禁尉的官职。此时的贾珍财大气粗，能够连续做出一掷千金的好举，且丝毫没有可惜钱财的意思。出殡那天更是做足了气派，只见各色执事、陈设、摆耍无不齐备，送葬的队伍竟是浩浩荡荡，一带摆出3、4里远来。而曹雪芹描写的宁国府第2次葬礼，是在乌进孝缴租后不久的第64回。那时贾敬死了，贾敬是贾珍的父亲，曾承袭宁国公的爵位，他的葬礼须得比自己的孙媳妇秦可卿更气派壮观才对。可是在筹办过程中，宁国府竟然连必要的各项开支也不能按时发放，还得靠挪借银两才能勉强应付。书中写道：小管家余禄来回贾珍道，前者所用棚杠校补，并请杠人青衣，共使银1110两，除给银500两外，仍欠600两。昨日2处买卖人俱来催讨，小的特来讨爷的事下。贾珍道：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，这又何必来回我？余禄道：昨已曾上库上去领，但只是老爷宾天以后，各处之领甚多，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，此时竟不能发给，所以小的今日特来回爷，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放，或者挪借何项，吩咐了小的好办。上文中葬礼的花费，银库竟不能发给，余禄建议贾珍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，这表明宁国府官中的钱已尽枯竭，而贾珍的内库及他的私人积蓄依旧充盈，故而贾珍仍受挥霍的惯性支配，听说是银子的事也不放在心上，笑着吩咐说：你无论哪里借了给他罢。而余禄也笑着答道：若说100-200，小的还可以挪借，这500-600，小的一时哪里办得来？当年为了那个龙禁尉的虚衔，贾珍毫不犹豫地支付1200两银，可是如今连支付500-600两银子都会发生困难，这样捉襟见肘的窘迫，在宁国府还从未遇到过。至于贾敬的丧事如何筹办，其出殡状况又是如何，对于这些曹雪芹都未作描写，
只是在第65回，以贾珍在铁剑寺做完佛事一语简单带过。不过余录与贾珍围绕如何支付葬礼工钱的商谈，足以使读者感到贾敬的葬礼，无论是规模还是气派，都已无法与先前秦可卿的丧事比肩。而办理贾敬丧事时的东挪西借式的支付方式，明显地暴露出宁国府经济实力急剧下降的事实。贾敬丧事筹办艰难的事发生在第64回，贾琏夫妇靠典当维持资金周转发生在第72回，即宁国府与荣国府几乎在同时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。若追溯其原因，就必然要注意到第53回里关于乌进孝缴租的描写。宁国府与荣国府经济实力下降并非一次造成的。贾珍在收租时责备乌进孝，我才看那单子上，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。此话中那个又字透露出上一次也是个欠收年。前面已分析过，原著第70回里虽未明写那一年的缴租情况，但按照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来看，仍然还是个欠收年。这样接连3年的入不敷出，使宁国府与荣国府经济的衰退开始全面显现，府内诸种矛盾也趋于激化，而超检大观园的悲剧高潮也正是发生于此时。